一个国家的生存环境艰难的时候往往只能顾及眼前的利益。但是就算是眼前，美国和台湾当局也帮不上洪都拉斯。无论是从道义的角度还是从利益的角度，洪都拉斯都不应该继续保持和台湾当局的所谓外交关系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暴民说。这期的话题我们说一说洪都拉斯的新总统打算放弃台湾和大陆建交，交个好朋友嘛，才有好事来呀。12月初中美洲小国洪都拉斯的政局发生巨大的变化。女政治家西奥马拉·卡斯特罗通过选举成为新一任的总统。洪都拉斯目前和中国没有什么外交关系，而是台湾当局的所谓邦交国。但是这位卡斯特罗明确地表示希望和中国建交，这也成为目前国际政治当中的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。洪都拉斯所在的中美洲被称为美国的后院，基本上都是随便美国摆布。特别是这个国家的两种主要出口的产品，香蕉和咖啡，都是美国大企业的产业链的底部。洪都拉斯的农业产品又不存在什么垄断性，旁边的哥斯达黎加、危地马拉、尼加拉瓜产业结构都差不多。美国的财团死死地卡住了洪都拉斯的咽喉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当局的所谓邦交国在中美洲高度集中的原因。这些国家在政治上、经济上遭到美国的严密的操控，在经济上没有出头之日。如果美国牵线搭桥，台湾当局提供经济援助，中美洲的穷国为了生计往往就接受了。至于会不会得罪中国，他们往往是顾不上的。如果美国一直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世界霸主，中国呢一直是那个靠天吃饭的农业国，那或许这样的事情就会永远的继续下去。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改变了世界的面貌。如今呢，中国也是拉丁美洲的重要客户，从水果、木材、香料、水产到矿产，中国的进口已经成了很多国家的经济支柱，也帮助了很多中美南美国家的脱贫脱困。这还不是最重要的，新冠疫情的爆发让很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。洪都拉斯的疫情虽然很少被报道，但情况非常危急。到目前为止这个国家已经累计发病37万人，病死超过1万人，对一个人口只有990万的国家来说，已经是非常恐怖的比例了。但是无论美国还是所谓的邦交国台湾，都不肯向这个陷入困境的小国提供疫苗。最后站出来帮忙的国家是人们想不到的是洪都拉斯的邻国萨尔瓦多。萨尔瓦多的国土比洪都拉斯还小，人口还少，只有670万。那么萨尔瓦多为什么能拿出疫苗来帮助洪都拉斯呢？因为萨尔瓦多是中国的建交国，中国通过出口和赠送的方式给萨尔瓦多提供了3批以上的疫苗，其中第3批用了不到18个小时就从北京空运到了萨尔瓦多的首都。其实呢，萨尔瓦多自己的疫情也很严重，到现在已经病死了3000多人，但是萨尔瓦多还是拿出了部分科兴疫苗中国送的，转送给了洪都拉斯。中国的古语说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萨尔瓦多交了一个讲义气的朋友，不但自己得到了好处，还学会了拔刀相助。这种做法要说对邻国洪都拉斯没有触动，那绝对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卡斯特罗早在9月的政见发表会上就公开表示，他如若当选，他将与台湾断交，转向与中国大陆建交。美国和台湾当局对这样的事情当然非常紧张了。于是在卡斯特罗当选之后，不但美国国务院的高官立刻到洪都拉斯活动，台湾当局也全力开动宣传机器，表示支持卡斯特罗。那这位卡斯特罗会不会因为美国和台湾给了好处，放弃和中国大陆建交的初心呢？我们前面说过，小国的生存环境艰难，往往只能顾及眼前的利益。但是就算是眼前，美国和台湾当局也帮不上洪都拉斯。美国不但自己的疫情严重不可收拾，而且经济实力是日薄西山已经要靠印刷美元的度日了。台湾自己本身就是水果出口方，每年要出口大量的香蕉，台湾还没有能力研制有效的疫苗。2021年疫情爆发已经导致了800多人死亡，根本帮不上洪都拉斯。所以
无论从道义的角度还是从利益的角度，洪都拉斯都不应该继续保持和台湾当局的所谓的外交关系，除非美国直接出兵推翻卡斯特罗政府。不过，美国人在试图推翻古巴政权和委内瑞拉政权的时候，都遭遇到惨败，想来不敢对洪都拉斯有所动作了。所以，我们就静听台湾当局的哀嚎吧，反正他们也嚎不了太久了。好，这句话就说到这里。